其实现实中能跟我聊这些的人比较少。我一些同学那边，我高中有个很阴险的同学能跟我聊这些东西哦。有一天我跟他一起去物理竞赛，去南京嘛，去参加那个讲座嘛，就是我竞赛都要去的，就住在那个酒店里嘛，跟他聊了一晚上，还聊的还可以。然后那天过后呢，他就对我刮目相看，觉得这个人很厉害。然后我一考试考得比他差，就搞他，然后我觉得他当时是很诧异，反正什么意思？反正我就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短板在哪里了，就是学习的专注力真的不如那些人，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能学，就很他妈爱学，我就学不进去，不好玩。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太多可比性啊。对，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对，其实我高中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对物理有一些兴趣嘛，就起码数学我是觉得真无聊，就几个字符在那串来串去是吧？然后物理起码有个东西在里面，是不是？起码我物理感兴趣一点。然后高中的时候我已经其实大学物理都学的差不多了，高一的时候，但学完之后还是一般吧，做题就是做的很枯燥，做不下去。虽然讲课都能听懂啊。是吧？你让我看解析，我都能看懂啊。有的时候还要教别人一些，是吧？但是你真让我去做题目，就做得很烦，不好玩。学习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嘛。那你玩得好就是玩得好，玩得不好那又怎么样了，对吧？是啊，其实玩游戏也看天赋啊，学习也看天赋啊，是吧？对啊，就是游戏嘛，其实。游戏也是需要专注度的。对，你说的这个专注度啊，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因为就这个专注度到底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他本质上不喜欢那个东西不够专注，还是说真的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提高他的专注力？我打个比方啊，我曾经看过挺多书的，就是提高专注度的办法的，但是反正我的话，我不能保证别人，我个人的话就是，如果我对一个东西不感兴趣，我任何专注方法对我来说都是没有用的。我打一个有一段时间我沉迷游戏是吧？我一天24个小时，我能花14个小时在游戏上。但是你现在让我去玩游戏，我差不多，我每日烧个菜就差不多下线了，就烦了。你让我真让我打竞技类游戏是吧？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那种游戏，你让我打多了，哎呀，其实一方面其实我是挺享受，就是那种专注于竞技类游戏那种纯粹的战斗的感觉的。对。但是这年头他们游戏环境太差了，老有傻逼，他们搞得我很烦，我操。对。傻逼太多了，这里头他妈什么人都能上网，我操，这么恶心人。对。你这会不会造口业？没事，我玩这种游戏的时候，我也会骂人，真的是受不了。对啊，我读书时是不骂人的呀，不说脏话的。现在他妈游戏打多了，我操，特别是网游他妈什么阴间人都能碰到，我操，他妈什么社会阴险，什么对，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哪个阴沟里钻出来的蛆，他妈能上网，他妈恶心死我了，我操，什么人都有。是这样的。可能因为是互联网上的感觉，野外刷怪刷的好好是吧？那莫名其妙一刀过来把 boss 给我抢了，他妈的，然后打了个势力战是吧？我做任务做的好好的，动不了过来砍我一刀，我操，把我砍死了，莫名其妙，操他妈的，恶心的要死。什么样队友都有。我记得你说这种阴间人是吧？各种骗子，你玩网游什么各种骗子，他妈各种骗子满天飞是吧？交易是吧？交易各种骗术啊！我都不知道这帮人现实中什么样，没见过，好想去见一下他们现实里什么存在，他们做这种事，我操！也都是人的样子，就你说这个来的，就没见过这种人，你知道吧？没接触过，想他妈接触一下。你说像这种阴间人呢？这也太阴间了，我操！对，就我高中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类似于这样子的奇葩，他就是那种，就是你刚认识他的时候啊，哇，真的就像大哥哥一样，特别能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感觉他这说话怎么那么能够善解人意啊？有时候我跟他去说一些自己心里面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烦心事情，我哇排忧解难。好，结果呢，后来就是跟他闹掰了嘛，怎么闹掰呢？就是我看见他故意去找一个农村的一个同学借了20块钱，然后故意不还给他，然后呢那个人最后就像孙子一样求他嘛，然后他就很享受那种就是你跪下来求我还钱的那种状态，然后反正就是在上晚自习的时候嘛，然后他那声音说的有点大嘛，然后我就
确实看不下去了，我就直接告班主任了。我说他不还钱，就后来他被班主任骂了一顿，然后后来他就开始骂我，就把我之前说的那些烦心的事情嘛，就是很隐秘的，哪壶不开，就是他把我最内心当中最创痛的声音，直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喊出来了。我现实中还真没见过，我还真想象不出来，我操，啥样的呀？什么奇葩？对吧？巧舌如簧4个字形容的。对，然后后来他说你不管怎么努力，你永远都考不上名牌大学。对哦，他就直接那么跟我说。我前一段时间去做那个家具那个运营嘛，无聊去当运营，然后碰到个小胖，22岁，那个家伙很他妈能吹，我操！跟我说他爸开厂的，是吧？他爸有个工厂，跟我说他家多有钱，然后跟我说他想在我们这边乐从这边买一套140平的房子，问我有没有介绍的，然后是不是？然后他又跟我说什么，然后他有一段时间跟我说想戒烟，然后就天天拿我烟抽，自己又不买，是吧？他把公司所有会抽烟的人烟都要过去一遍，别人都不想给他了，我还给他嘛，是不是？我为什么给他呢？我就想观察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成分，我操！我就一直给他烟，跟他聊天。后来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一次性谈了3个女朋友。然后都是大学生，都是学生妹，都是大学没毕业。然后那3个女的是吧，彼此都互相知道是吧，都争先恐后给他当女朋友，什么轮流去他家里给他打扫家务是吧？他还给我发那种黄图是吧？他跟哪个女的做什么事啊？在那些女的身上写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字什么的，就那种侮辱性的字嘛，给我发图片发过来，说你不要嫉妒。这吧挺扯淡一个人，才22岁，我操，太阴间了，很神奇他妈的。他才22岁啊，我都27岁了，我感觉混社会这一块，我连他1/10都没有。一般就是像那种人的话，他底线很低。为什么我混不出来？就是因为林书也是这么说，我们底线特别低。对，就是我们去说谎你是哪人来着？你是哪人？湖北人？对啊，湖北人啊。哦，他跟你老乡，我操！啊！你不要说我了，我祖籍是浙江杭州的，你不要跟我说湖北人，他湖北哪里的？那个人就湖北人吗？太神奇了，我操！他湖北哪里的呀？我也不知道，没问。为了我也不记地名，我地理不好。我没有这样的老乡，你不要告诉他我认识。我就反正就是这样子。一般那种能够跟很多女生上床的，就是那样子的男生，他通常就是肯定就是骗嘛，连哄带骗，然后再就是立自己人设，说自己很有钱啊。就是连哄带骗，而且那小胖子是吧？胖胖的，我那个眼睛细细的，单眼皮细细的，跟条缝一样，啊，长得个挺阴间的，我操，阴险狡诈。真是可怕。对，就是因为他那样子做的话，他不会有任何愧疚感啊，然后他觉得很爽，他觉得很爽，他肯定觉得很爽。他反而对，就是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所以我们跟他没得比。他内心是没有任何道德观念的。对，然后。如果反正说到这里的话，我跟你说一下，我江苏的有一个表哥，然后他当然他是我远房的吧，也不是表哥了，因为他人品实在太龌龊了，他就是各种骗嘛，然后各种就是骗女孩子，好，然后最后骗到有一个就是辽宁鞍山的一个妹子吧，然后跟他说家里是开厂的大老板，最后跟他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发现他父母啊，你不是跟我说你爸是开厂的吗？结果我发现你爸是给人搬砖的，是给人装修的，刷墙的啊，然后而且还没有退休金，然后就跟他说如果你让我养你父母的话，我就不给你生孩子；如果你让我生孩子的话，我就不养你父母。而且他们在南京买的房子，买了之后还不让他爸妈去，就是那个房子是100多万的，就是相当于在银行欠了100多万的那个贷款嘛。啊，然后什么那所有东西都男方出，都是他爸妈在上海40多度大热天去搬砖，然后拿了钱，最后自己还住不了那个房子，那就是他自己尝的那个果报嘛。谁要你当时立人设，你去骗他？我就想他千辛万苦费那么大脑筋骗来一个女孩子，他能得到什么？我就觉得没啥意思这种事情。人家颜值高呀，长得像董洁一样，就因为漂亮就骗来吗？那结婚以后不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也没啥意思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经历那么多之后，我发现如果要找对象的话，就是对方情绪一定要稳定。你不是有对象？那样子的话，我说男生找女生的话，那个女生她情绪必须得稳定，那就相当于是那个就是
其实这玩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我情绪是一般不太稳定的，也不算很稳定吧，我情绪吧。男生不一样，因为你男生你是要出去闯荡的，我一般那个东西你跟我一般有脾气，气当场就发了。对，就是你从来都不记仇，有时候当场就爆，我这样子才是真英雄。对，没有，我但是是那种女生的话，我是那种后果在我能承担的范围之内，我那种有脾气，我当然就发了。如果后果承担不了，我就忍住了，我就先憋着。对，反正我其实我也是这样，稍微掂量一下。对，反正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忍一时，越想越气，是不是？退一步，他妈那句话怎么说？我忘了。反正他妈就忍一时，什么忍一时退一步，后面越想越气，他妈还不当场就把仇报了，是不是？对，我也有点这样，对。对啊，所以我初中的时候嘛，就是当时各种被班主任 PUA，然后甚至有些同学，有些同学也来 PUA 我。哎，但那个同学，你现在看来，那种老师也就他妈欺负一下学生，学生什么都不懂不敢反驳他，也就欺负一下学生。那种老师到社会上能妈欺负得了谁啊？谁都能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对呀，对啊，所以我想到夏洛特烦恼，除了学校要钱没钱，要权利没权利，要势力没势力，能干嘛？啥也不是。对，所以我就想到夏洛特烦恼嘛，那个男主他不是穿越回到他18岁，到了高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班主任暴揍一顿。其实对，但是反过头来，就是你们看过《夏洛特烦恼》吗？看过。对，但是后来有一件事情很奇怪，那个沈腾还有那个叫对马冬梅那个老大爷那个马什么梅那个什么都没，然后结果一盆水泼下来。对，他那里面我就想到了有2点，就是第一，他那个班主任确实很欠揍很贱，但是在关键时刻，就当时马冬梅他们要被小混混欺负的时候嘛，然后他骑车，然后又把自行车给骑回来了，然后就相当于双手白刃去搏斗那些小混混，那说明那个班主任他好像本质也不是很坏啊，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哪学啊？哎，对啊，影视他妈你都上成电影了，他能坏到哪去？还是个班主任的形象，他要是真坏透了，他妈那他电影都上映不了。对。毕竟做应试教育还需要这些班主任撑着呀。那他真坏透的人上映吗？甚至不让他上的呀。对，是不是？他最后得洗白一下，说他内心心底也是善良的呀，是不是？你要这种烂剧都不想看，以前还能看呀，现在看不爱看啊。对，我记得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嘛，他说他高3的时候谈恋爱去了，结果后来他女朋友考上了，他没考上。那他就去复读嘛，他是安徽的，安徽有那种特别像那种豫章书院、机械先驱杨永信那样子的那种变态的复读中学嘛。后来他就去了那个复读的高中，然后他说他那学校里面怎么样呢？就是有很多校警，所谓的校警就专门来去查学生有没有违纪。就是什么，你不能吃零食，不能带手机，然后你不能谈恋爱，谈恋爱就直接2个人当中必须有一个得开除掉。对，所以就是而且他后来发现那校警他是有提成的，如果你能够逮到，比如说看一个男生女生在校园里面走得很近那他就直接偷拍了之后拿它作为证据嘛。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教书育人，而就是为了逮你之后他还有提成，然后他那个提成就从他班主任的。那些校警干这个工作还给他们干爽了是吧？对啊，而且他那个提成就是从班主任的奖金里面扣，所以他后来才明白嘛，为什么每次被校警怼了之后，班主任会发那么大的脾气，会那么大的 PUA 他。后来他才知道了嘛，这就是零和博弈。所以后来他就知道那个学校本来也是个私立的学校，蛋糕就只有那么大，80%被他们校长都拿去了，然后最后让班主任跟校警他们俩底层祸害高考，而且他是读的那个复读班，那种更变态。所有的人当中，所有的那些同学都不是交朋友，他说他一个朋友都没有交到，大家都是像机器人，像 NPC 一样，就是为了那个高考那第2年复读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那挺扯淡的。对，艾文现在是在教唱歌对啊，教了有快10年了。这么久？这个做的比较久，因为比较自由一些，时间比较松一些。
你的工作是一般是怎么样的？就是一周要工作多久？这样怎么工作的？现在是一周3天，然后休一周3天。对，工作3天，然后基本都是半天，就有2天比较忙，然后像周二的话就是那收入怎么样呢？收入就正常，跟上班差不太多，都基本一样。一个月大概多少啊？我要把这一段给掐掉。对，个人隐私，因为要立人设，要不然我的黑粉就该抨击我了。你还黑粉？对我操！我在录音笔里面放上去，我不会有黑粉吧？不要提我名字，我操！不要紧，这是在墙外墙内看不到的。对，对，不要提你名字。哦，一周3天，一个月4周，12天，还可以吗？对，就是还可以，性价比比较高一些。对，性价比比较高，也比较自由。对，但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会去做别的工作呢？我之前尝试过做那种上班的。你以前学的是音乐专业吗？我学的是编曲，就是做音乐原创那种的。哦，但你以后有没有想过做别的呢？我试过做别的，但是朝9晚5的上班，我有点坐不住，就是像蹲监狱一样的感觉。你也坐不住哈。对，我尝试过。音乐类的也有朝9晚5的工作吗？那做什么呢？没有，之前找的别的工作，朋友介绍的那种，不是跟音乐有关的，就是正常的那种上班办公室那种的。哦，朝9晚5确实带牛马，给公司打工挣那点钱。我就感觉我的生命在枯萎啊！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做那种工作的时候。啊，我也做过那种工作，住在那边快死掉了。对，咱俩就是很像，有些地方感受很像。但是我以前读的是理科，你学的是音乐，这有点差，这有点不太。他高中也是理科呀，他高中理科大学学音乐的。你高中理科大学能去读音乐啊？我后来喜欢音乐了，完了高中成绩也实在是太烂了，然后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就选择我擅长的这个音乐方向了。音乐啊，我音乐美术都不行。我听说你高中是说是经历了什么，还说被什么妹子伤害了，你才最后？那你那个时候可能环境也没给到你多少压力吧？我父母就是比较宽容，然后班主任啊找家长的话，然后父母是那种会向着我说话的那种，不会跟班主任。那你这个环境就比我好一些了。我那个时候父母是帮着班主任说话的。所以正常的父母都会这样的。我的父母搞得我就很烦，我就不爱学，也会逼着自己去学一下。后来他妈就彻底放弃了，妈直接摆烂了，妈爱学妈拉倒吧，不学了，我操，就不去学校了。对，我的父母从来没有逼过我。我父母也没有明面上逼过我，但是他会无形之中给我压力。那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的家里人对我的教育是属于那种，有的时候会做得不好，小时候会责怪我，也没有打过我。然后读书的话，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学得多好。其实我以前读得好，出于一种成就感，就是读一下就能获得很多东西，然后就是越来越享受这个东西，然后就会坚持去读。后来就陷入个怪圈了。因为我记得我觉得我父母，尤其是我老爸，从小就是那种，他是通过打击你，各种各样的来打击你的自尊心。你的亲戚他妈全是这样的，你的杨叔也这样，让人踩你。对，然后后来怎么了？就是最后高中有一年不要开那个家长会嘛，家长会那完了怎么办呢？我把我外婆叫过来了，然后我现在我表弟，我外婆她不懂嘛，她没这方面的概念，所以后来就轻松的过关。还说一般，没有，我想问 Kevin 有没有想过以后做什么呢？就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没有，我可能就是跟你差不多，现在我就比较迷茫，然后，那你以后也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其实就是非常勉强的，就只是说做别的更累啊，我勉强去做着它，但实际它也不是我心中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也觉得没有意义。那你现在更希望你以后也是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说经商之类的呢？
不是，我不喜欢音乐啊，不喜欢做这个职业。已经不想做，那你经商我考虑过，但是现阶段又觉得风险啊什么太操心这种的，但是我还是做烦了，对，是吧？想就想，但是我对经商比较感兴趣，是一直有观察和思考过的。简单的说，你也是想感受挣钱的快感是吧？对，就是当甩手老板那种，不用干活啊，每个月还有收入的，感受挣钱的快感。对，想躺在那边就能挣钱，睡着都能账户就能进钱。对，哪管就一个月1000、2000，我觉得也很好，只要2000不操心就行。我欲望很低的，就够吃饭就行。我告诉你如果真的创业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那种状态，那是公司可能至少是说好多年成熟了之后才能够达到那种状态，或者要么你把公司给卖了，你把公司给卖了，那你就直接躺着赚了。但是只要你还是他的那个责任股东的话，其实那你就得操心。对我来说，累一点也无所谓，就主要是要有种满足感，一种新鲜感。起码我做那份工作，我付出的劳动要足够有性价比，知道吧？比如说我一天是吧，我在外面忙碌，跟别人各种谈生意或者观察市场，忙碌一天，我一个月是吧？我一天就能有2000左右的收入，是吧？我一个月能有个5、6万、7、8万的收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对于目前阶段我来说才是会有足够吸引力的，对，有动力去做的。对，你说躺在那边一个月拿1000、2000，那不就相当于，就是说你手上比如说有100万存款，你放银行，你车利息就够了吗？对啊，这种就能满足我基本上。哇，真的假的啊？对啊，我没有什么需求啊。那或者有一套闲置的房子，我一个月租2000，我觉得这就够我花了，我就可以不工作了。我基本就是这个要求。对，我告诉你，我来说一下这个真相嘛。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有房子的，然后或者说父母都有退休金的，所以说大部分人，你的那个钱，你这是一辈子你都花不完的。但是呢，因为社会，我是这么觉着的，是大部分人都有退休金了。也不是大部分，就是大部分省着点花，实际是花不完的。对，只要你不出去创业或者去赌博，你的钱绝对是花不完的。那好，但是呢，凯文，你现在的工作都觉得无聊了，现在起码你有事做。那假如你躺在那边睡觉，一个月都能进账1、2000，你不会觉得无聊吗？会，非常无聊，因为我就是比如说休息多了，我会觉得更没有意思，就觉得活着更无聊。那你刚才怎么说你会得到满足呢？就是这种矛盾的状态。就比如说我今天周6上班，我是非常忙非常累的一天，但是我居然会觉得这样忙完累完一天之后，不会比平时休息的时候心情更差，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毕竟你的注意力，你是在做事啊。对，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不会说有太多的那种空虚感吧，你只能说空虚感吧。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不会有太多空虚感的。对，就做完之后反而还觉得自己是有收获的这一天，不是在家待一天啊，或者就是很无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如果让我天天在家待着，我也是活不了的，就是肯定要找一个事儿去做。我是觉得一个正常人，一个就算躺在这边不用工作，一个月1、2000，他一开始可能会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觉得自己很自由，但是我觉得但凡过个2、3年他都受不了。对，2、3个月可能就受不了了。所以你能知道我现在有多无聊吗？我都没工作的。就你最终一定会受不了这种无聊，然后去找事做嘛，不一定是赚钱啊，可能是。我正在找事啊，哇，不赚钱还能做什么呀？就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命运，知道吧？咱们作为一个人类是吧？咱们这命中注定就必须要去挣钱啊。不一定。我告诉你还可以做什么？你可能会去做志愿者以后。拉倒吧，志愿者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妈做志愿者。我跟你说，有一个可以做，就是写书啊，你去写书。然后而且就凭我现在那些肚子里那些墨水，我能写得出什么？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我也想过写书。或者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录音嘛，后面明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聊天的东西是出本书是吗？我觉得我们给它整理一下，肯定是小众的。现在那些网文是吧？你看那些写的火的，中国斗破苍穹是吧？你要不然就番茄免费小说，什么系统文、爽文、龙傲天，要不然斗破苍穹，那跟我们现在聊这些东西有啥关系啊？那些都是爽文，
是吧？要带动读者的情绪，要让读者一会儿悲伤，一会儿失落，一会儿觉得爽歪歪。说这其实跟我们现在讲的内容没什么不搭嘎，知道吧？不一定是小众啊，你在那个 YouTube 海外华人圈，这东西外面我不懂，反正中国环境是这样。对，中国我记得就是一本书，我觉得我们几个20多岁是吧，30多岁的人写的书也不一定有人看，说实话。就说你知道曹禺他写那个《雷雨》的时候才23岁啊，才23岁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说你写的话，其实真的不是说为了给谁看，就是为了打发自己的时间，就是对，我就是这种说法。打发时间嘛，但是你真让我写，我不知道写什么呀。你可以不写嘛，你可以很多方式，比如说自媒体记录你的生活呀，建立自己的频道啊，这些都可以啊。但是我现在的做一些跟创造性相关，有点反社会，你知道吗？我操，你让我真人记录，我怕我瞬间被说的是真相好不好？反社会没有，在我们看来你是正常人。什么感觉发到网络上不容随时被封掉的。没有，你是很正常的一个人，不正常的是这个社会。你在我们频道你是正常人，我们这频道就不正常是吧？我们这频道就是反人类的频道，反人类频道，我操！反人性的频道。那现在我能做什么呀？你没什么点子呢？出个点子啊！现在能做什么呢？互相出个点子呗，反正大家都挺无聊的。那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小生意吗？什么的？我附近有个钢铁世界啊，但是那个工作我真要去做很他妈无聊。我之前在这公司做过。那你喜欢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像我对比如说心理学这方面疗愈就比较感兴趣。如果说心理学这东西，其实我也买过一些书，但是我感觉书写的很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这书可能有点问题。你们有什么推荐心理学好看点的书？有写的他妈正常点。我感觉我是买的书是假书，他妈都不知道写什么东西，我都看都看不进去，都瞎扯淡。我操！那你看的都是些什么名字的书啊？鬼谷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那这确实有点。啊，就不该在拼多多上买书，我操！那个要不要把告别苏婆发给？啊，那可以试试看嘛。就是他很敏感的，他喜不喜欢他直截了当，他不会勉强自己的。对，你先看一下那个，我觉得我看的开头感觉挺好的，但是后面没有时间看嘛，到时候因为这段时间比较忙。然后你要问我做什么东西，我跟你说。如果是说让我去研究一下什么那个什么计算机算法的话，这东西我可以研究很久的，很久。但是我一直想不通，你怎么会去学计算机呢？那你说我应该学什么？但你给我的感觉是记忆力比较好的一种人，你知道吗？人记忆力比较好，学计算机。他记忆力简直就像电脑一样，我觉得。没有，你给我的感觉是记忆力比较好，但是你去学计算机，我感觉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做计算机，你可能就是每天重复无聊的敲代码，一直敲，然后就是变相搬砖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感觉没啥意思。你们想过做点别的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否不适合搬砖呢？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像爱尔兰像亚马逊啊，或者那个公司，它有一些岗位是涉及到那个就他需要一个人，他那个中文英文都很好，然后可以帮他们负责沟通对接那些业务的，那个的话我直接裸考就可以上去做。然后呢还有那个，但是因为你这个东西你50岁做也行啊，但是计算机的话，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拼一拼。做到35岁，当浪费10几年时间做那个你做不到老的工作。你是不是你这不浪费时间吗？我跟你来解释一下，就计算机里面大概是说有这么就是2个方向嘛，有几个方向，就是你一开始都是程序员，然后程序员还有一个比程序员更简单的是做那种运维，就是报错，他们有时候什么网页出了错误，把截图发给你，然后那后台的那个客服工作人员他就来去帮你分析，告诉你怎么样解决方案，那个最简单的。然后普通的那些写代码搞开发的人，他后面再去升的话，大概有3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往管理层做。那一般像那种比如说你管理大概有7、8个人的，那就是相当于是那个程序员经理，叫工程师经理。然后你再管理那个相当于200人以上的，那就是副总了。
副总的。好，然后呢，如果是专门往技术搞的话呢，那就是也有2个方向。如果是代码开发写的非常牛，那他最后就可以做首席工程师。那首席工程师可能下面也是有大几十人呢。好，然后再就是如果是说你那个代码能力不强，但是你的那个规划就是设计能力强，那就是去做那个首席架构师。架构师的话，就相当于一个软件过来，架构师就相当于一个软件过来，然后他给你设计图纸嘛，然后你设计好了之后让别人去做，然后其实也不是说都是搬砖，它后面还是有一些方向的。但是呢，现在就是像上，你以后能去哪个岗位上呢？哎，你这是灵魂拷问啊！做到一个高级工程师，左右的一个职称，然后那种工作就是那你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他是负责写一个软件，一个大型软件里面的一个零部件，就跟你比如说你下载一个很大的游戏，然后里面不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配置文件嘛，然后其中我开发的就是其中的一个配置文件。那对，然后我还没说完，我说一个比较直接的，你觉得你有这方面天赋吗？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呀，没有这方面。因为他收入高，有钱。你他妈扯淡吧！我操了。他钻钱眼里了。为什么要去做一件自己不擅长也不喜欢的事情呢？如果只是为了钱的话，这个东西我确实是没有考虑到。就是你那边的环境，或者说你目前的状况到底怎么样，这个我不太了解，你也没说。但是如果我觉得有一定可以缓冲的时间，或者有一定缓冲的条件的话，反正我如果换作是我是不会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的，或者不擅长的事情的。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我也做不过别人，我花10倍的努力，我只有别人一分的成果，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没有意义。我觉得我在浪费我自己的才能，我在走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我在浪费时间。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他肯定是阶段性的，就是他想通过这个东西去打造一个基础，然后去实现他的这个更高的目标。他想写程序去写到高级工程师，这得花多少时间啊？不，高级工程师就5年左右了，5年左右的那个经验就可以升到高级工程师。那5年后你做什么呢？你先听我一步一步的分析嘛，就是一般像那种写代码，它能够比那种正常人快个10倍100倍的，它可能在程序员里面大概占个5%左右。大部分人都是像我这样子比较平庸，然后但是我之前学了那么多年，也有一定的学历啊，然后我通过那种就是后天的一些练习啊，然后我达到的那种状态啊什么？那你这不是就硬练吗？意念，你这是有点逆流而上的意思了呀。我就觉得能设计出来一个游戏，如果是真的被这个世界所接受，还真的挺有意义的。就别管赚不赚钱，那对游戏要足够多的热爱啊。反正我挺热爱游戏的。我之前就跟他说过，我说你要能设计出来个第2个俄罗斯方块，那真的就是实现了理想。俄罗斯方块只能在上个世纪才能风靡全球，放在现在他妈水碗太单调了。但我觉得现在游戏真的很没有可玩性，就是都很无聊，就小游戏。那也定义什么为可玩性的呀？就是能玩时间比较长一些的那种。足够自由吗？还是说足够巧妙吧？我觉得就足够巧妙。这个说法这个词语就比较那个就我有很多想法，就比如说哪管是一个答题类的，反正你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玩游戏都玩挺无聊，没找到特别好玩的游戏是吧？自己也想象不出来，自己能想得出来，自己去做个也就亿万富翁那种感觉。那倒不至于，但是我觉得我有想法，就我可以去创造。如果你能想象，你能做出个游戏，你觉得非常巧妙，大家都很爱玩，自己也非常喜欢，那个游戏肯定卖爆了呀。问题是大家都想不出来。这就看创意了，其实。哎，你说你那个想法是什么？你说那个什么游戏的想法？你就比如我认为现在比较成功的很巧思的这种，然后但又不是很难技术性上的啊，就比如说贪吃蛇这种大作战的，我觉得就算是成功的游戏了。这种现在都属于小众啊。你说现在中国比较吸睛的游戏是吧？2次元抽卡，那投资太大了，对有一些。对，那你说做个赛博朋克，那咱没有那实力，对吧？二次元也不是赛博朋克，它可能是那些剧情啊，或者它游戏的那个。那也有大量的。他说的意思是赛博朋克跟现在2次元的开放式的游戏投入成本太大了。
对，要顾很多的美工嘛，去画嘛，对不对？成本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做个游戏真的挺大的一个理想，这个东西就是挺有意义的。开始少就是说邀请我来参加这场聊天，我其实不抱什么期待的。我觉得我就很大概率又遇到一个就是聊着没什么意思的人。实际上现在给我的反馈还可以，还凑合啊。对，我也是，我也是，给我们打个分吧。之前能打60分。没有，一开始博健邀请我的时候，我也是不抱什么期待的。哇，结果后来第一次跟凯文聊，哇，天哪，感觉就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啊！一开始我是不抱什么期待的，我还开着游戏呢。刚才我其实我一开始一边玩游戏一边跟你们聊的，现在游戏都关了。天哪！不是你到了，谢谢你对我们的重视。时间快到了，到时间了。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